各位朋友啊，这两天中国网络上的全都是韩红的事儿，大家同意一个观点吗？作为一个慈善家，你的人品是不是必须得靠得住才行啊？现在呢，大家对于韩红的质疑呢，已经是全方位的越来越深入了。有中国的网友说呢，韩红必须得出来说明几个事儿。首先呢，我要给韩红辟一下谣啊！这两天也有韩红的铁粉跑过来没有理智的那个骂人，是吧？我给他辟一下谣啊！有中国的网友传言说，韩红的名下有好几家医疗器械公司，没有，这个事儿是真没有。因为他这个叫韩红的名字，全国各地的人太多了。你根据那个韩红的那个天眼查的记录，他名下就是这个基金会，没有别的公司。但是韩红基金会里边拿60多万工资的那个王增娟，他的名下可是有医疗器械公司啊。那有人说，是不是也是那个同名同姓呢？这个咱们就不知道了啊。但是北京的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成立时间是2012年啊，而王增娟名下的医疗企业成立时间也是2014年到2015年。几家医疗器械公司老板王增娟，如果就是韩红慈善机构的负责人，这是不是就非常的可怕了呢？这个王增娟呢，2019年还到美国来进修过，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交流学习社会公益管理。他是入职了基金会的秘书长就来美国了。那有中国网友说，一听这个名字就是 NGO 赞助的呀，那是不是他这个立场上也有问题呢？所以说这些中国的网友是越扒越有。还有中国网友扒出来说，韩红早年说过，你这么多年最大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经验就是自己亲手拿着钱送给老百姓，直接通达式，不经过任何人转接，因为钱是我们的，我们有权利来支配它。经验就来自我们这些年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一直在努力的去完善它的制度，让它更加的科学化、有效化，有的放矢的去帮助，也让这些捐赠人符合他们意愿的去直接帮扶每一个受困的人。所以我们的钱拿来，人家说我想帮助孩子，我们就到学校去；我想帮助老人，还帮助这个云南盈江的四川雅安的，我们就完全符合他的意愿，针对他的意愿，去做这样的服务。应该说，韩红慈善基金会做百人系列，今年第7年，已经做到了精准扶贫。有人说韩红不针对个人，只针对机构。韩红也可能是这个针对了有一些特定的个人，但是只是极少数，大部分上千万上亿的全都是给这些机构买医疗器械呀，买救护车呀，等等等等。可是针对个人的非常少啊。问题是现在韩红的人设有点崩塌了。他说他是哈尔滨佛学院哈佛的这个录取的学生人家说是美国哈佛对吧？他又被爆出来说他自己就韩大姐这个体型，人家自己有F1 赛车手的资格，学过 F1 赛车。我学车是柯受良先生亲自教的，他第一次飞越黄河的试驾，是由我参与并且表演我从小喜欢车，我自己也是个
有 F1 车证的车手，所以刚才特别想用远景表演一下。我一看旁边的大姐脸有点白，就算了。但是如果以后有机会，我再减减重啊，因为我现在的体重是已经超重的，就是作为一个车手来说哈，比赛是超重了啊。但是坦率讲，技术还在。刚才您做了哈，技术还在。但我现在也瘦了10多斤啊，瘦了没有？瘦了，确实瘦了吧啊。等我再瘦一瘦，明年我开着远景给大家做几个表演啊。这个地方漂移漂不起来了但是正儿八经练过的原地跳和，要不然能送扳手吗？快扳啊！30几岁考过 F1，哦，那很厉害了。你感觉这个瞬间的这个提速感，不错的呀。这才是我。哇！感受到你 F1 的驾照。这才是我。我是很想要啊，他能给我吗？要不然能送扳手吗？汽车还是应该以安全系数为第一位，所以我愿意等待。汽车工业慢慢的在向外，挺骄傲的。我是很想要快扳啊！30几岁考过 F1，那很厉害了。到今天还保留着这个录取通知书，下谁啊？他走。对，因为我没有父亲。我想我还是留在中国，因为这片土地需要我。真的吗？我不信。你知道，我曾经考了一所大学，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我到今天还保留着这个录取通知书。哪儿啊？哈佛。哦，那你就没去啊？这是我之前对任何媒体没有透露过的。他们帮你保留到什么时候呢？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我们家自己有飞机，就不麻烦民航了。是领导的电话。天哪，我可能得稍微坐直点。哎，部长。哎，你好，你好，您说，我从北京飞吧，还是怎么样呢？要是您给个专机也行。部长，好，那这样，好嘞，好嘞，哎，再见，好。刚才没有什么军事机密吧？没有啊。哎，还可以跟部长评呢。没评呢。你说你要派个专机也行。哦，这个你可能有所不知，我们空军经常坐专机的。真的啊？因为我们是空军，我们家自己有飞机，就不麻烦民航了。是真的。哎，你刚才那个打电话还是有点不一样。这是领导，我还有部下。魏先生，你给我找二贝干事。哎，我是。小贝啊。啊。是我。韩队你好。我问一下你，那个新的节目单你是不是给我传一份？我毕业于哈佛。我30几岁的时候考过 F1 驾照。所以朋友们，如果一个慈善家说的话让人感觉到是那么的不靠谱，同时他又是一个吹牛大王的话，那你这个慈善还能做得下去吗？亲爱的阅捐人朋友，你们好，我是韩红。这段时间大家所有的留言我都看过，感谢大家对受灾同胞的关心和关爱，也感谢您对韩红基金会一直的信任和支持。这一次我们在第一时间，咱们韩红团队捐了1000万元人民币。所以韩红很多的捐款者都出来说了，我们需要一个透明的可信的说法。为韩红基金会连着捐了3年前的阅捐人自己撞上大病，回头向基金会求助时被拒绝了。基金会的回应很直言，说规则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捐赠人不在救助范围内。这事儿听着，第一反应是心寒，掏了3年的钱，结果自己掉坑里了，想让人拉一把，对方递过来一本规章制度。这话是没错，但人情上就是过不去这个坎。韩红基金会早就在2020年公开讲过，只做集体性公益援助，常规情况下不受理个人求助。翻看他们2023年的年报， 1.78亿的支出一笔笔都投给了乡镇卫生院、基层医生培训这些集体项目，没有1分钱是直接给到某个具体的人。这就是大机构的逻辑，为了保证最大范围的公平，只能放弃对个体的精准响应。一碗水端平，意思是大家待遇一样，而不是你需要时就一定有。但问题是，韩红当初为什么要自己做基金会？他自己在央视的采访里讲过，早年把钱给别的机构，发现物资堆在仓库发不出去，善款还要被抽走管理费，所以他才下决心要亲手把钱送到老百姓手里，保证每分钱都落到实处。这话一出，味道就变了。他卖的不是我们是一家高效的慈善机构，他卖的是我韩红亲自给你办。这些年很多人往他基金会里投钱，冲的不仅是项目，更是韩红这个人。大家信的是他那股劲儿，那种我看不惯我亲自来的劲儿。这种个人色彩太浓的品牌，很容易让捐钱的人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自己不是在给一个冷冰冰的组织捐款，而是在帮一个叫韩红的朋友。帮朋友多少带着点江湖儿女的互助心态，我今天帮你，明天我有难了，你总得智慧一生。所以那个月捐3年的捐赠人求助时心里想的恐怕不是我要申请一笔救助金，而是老韩我出事了。结果他等来的不是老韩，而是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工作人员，这才是整件事最拧巴的地方。平心而论，韩红基金会的规定在行业里不算另类，一基金只救助18岁以下的困境儿童，中国红会也主要是应对重大灾害的集体救助。规则本身没毛病，它是为了保护基金会能持续运转，能帮助更多的人。可韩红用个人信用背书，把一个公共慈善项目做出了私人交情的温度。现在这个私人交情的温度恰恰被他自己建立的公共规则给烫了。他用10年时间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慈善图腾，结果就是他不能再像个普通人一样处理问题，他的一举一动都得符合那个图腾的设定。为了兑现把钱送到老百姓手里的承诺，他建了一套严格的系统。现在这个系统反过来告诉他，不行，这个老百姓你不能帮。如果破例救了这个捐了3年钱的人，那捐了1年、2年的要不要救？捐过一次100块的要不要救？规则一破，口子一开，他这个摊子可能立马就得散。可如果不救，寒的就是那些因为信任他个人才掏钱的人的心。为了实现最初那个亲手送到的朴素愿望，他必须把自己变成一个不能讲私人情面的规则机器。你说当初为了不让1分钱被规则吞掉而站出来的韩红，现在成了规则本身，那他到底是赢了还是输给了自己想改变的东西？网友说，你们不捐个人，但是你们是个人捐款，把你们托举起来了，1年好几个亿啊，月捐人啊，你们也不调查，一句话不救助个人就拒绝了。你们光会拍照作秀吗？这个死胖子把圈钱艺术玩得炉火纯青。问题是韩红现在的公关危机公关简直是做的太差了。这些网友所关心的问题你不出来正面回答一下吗？尤其是牵扯到几千万上亿的这个善款，你的公司那个名字王增娟可不是一个常见的名字啊，那个人公司是干医疗器械等等，这不正好跟你的几千万上亿的这种机构捐助采购，这不连起来了吗？所以啊，韩红啊，还不赶紧的出来澄清一下呀！我也希望你是清白的。点个订阅吧，咱们下集再聊。